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夏季最容易使人犯困，这也是常见的一种现象，我们把它称之为夏乏。但不是所有人的犯困都与夏乏有关，也可能是以下这几种疾病引起的。第一种可能是气虚血亏，如果你除了夏季也很容易犯困，并且同时还伴随着面色苍白、心悸等症状，就可能是气虚血亏。此时就应该及时调养了。我们可以常吃黄芪、桑葚、桂圆这类食物，它们都有很好的补气养血的作用。第二种可能是饮食不当，比如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吃多了，就会使我们体内的血糖下降，从而就会给人们带来困意。所以夏季要注意对含碳水化合物的摄入。第三个可能是体内湿气过重，虽然夏季炎热，但长时间的吹空调以及熬夜还是会使我们体内的湿气加重。那体内的湿气重了，自然就会让人有困意。所以夏季有困意不一定都是夏乏惹的祸，也可能是以上这几个问题所导致的。话说背厚1寸，人显老3岁；背薄1寸，命长10年。所以背薄如纸才健康。那么该怎么让背薄下来呢？不妨试试下面这个小动作。动作很简单，首先我们自然的站直，两脚分开，距离和肩膀一样宽，然后将双手手臂同时向后伸直，在臀部后面做拍手的动作，拍1次，再向头顶上面伸直，也是拍手1次。注意做的时候手臂要保持伸直，不要弯曲，这样反复练习100次，可以每天做2到3次。这个动作可以将我们身体完全的舒展开，可以帮助打通后背淤堵的经络，减少脂肪，不仅可以瘦背，还有很好的保养后背的作用。那周易认为背为阳，背部是人体阳气循行的最大通道，所以养背非常重要，大家不要忽视了。上面这个小动作每天坚持做一做，让你的背部慢慢变瘦，身体也越来越健康，这样的人也容易长寿。不知道你学会了吗？赶紧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不管男女，50岁后这3类食物要少碰，都是心脑血管的杀手。第一种食物，反式脂肪酸。大家可能对这类食物不太了解，反式脂肪酸食物有哪些呢？比如油炸食物、巧克力、蛋糕等。如果长期吃这类食物，很容易增加血液粘稠度，对心脑血管健康不利。第二种，油腻的食物。50岁以后，身体新陈代谢逐渐变慢，如果经常吃油腻的食物，很容易导致脂肪堆积，引起身体肥胖。而且食物中的油脂过多还会阻碍血液的流动，使血液变粘稠，时间长了会增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。第三种，加工的肉类。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吃的腌制和熏烤后的肉类，对心脑血管也有很大伤害，因为这类食物中都添加了大量的盐分，如果摄入过多，不仅会使血压升高，也会影响血管健康。所以不管男女，50岁以后，上面这3类食物就尽量少吃吧。为了自己的健康，大家最好管住自己的嘴，避免给健康带来隐患。常言道，一日之计在于晨。其实早上是减肥的好时候。对于想要减肥的朋友，如果能在早上起床后养成3个小习惯，那么对减肥是大有裨益的。早上起床后定时排便。早上起床后，如果能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，那么对身体排毒是有很大帮助的，而且这样还能够减轻肠胃负担，减少肠胃疾病的发生。时间长了，体重也会慢慢降下来。如果排便不通畅，可以呢在早上吃一些燕麦片，燕麦片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，对排便有帮助。早上起床后伸伸懒腰。想要减肥的朋友，可以在早上醒来时做一做伸懒腰的动作，坚持2-3分钟，可以帮助促进血液循环，提高新陈代谢，对燃烧脂肪也有一定帮助。早上起床后喝1杯水。早上喝1杯水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，因为人在休息1晚上后，体内水分流失的比较多。如果晨起后及时的喝1杯水，不仅可以补充水分，还能促进人体新陈代谢，对体内毒素垃圾的排出也有帮助，而且能够预防便秘，对脂肪燃烧有利。除了上面这3个好习惯外，早上一定呢要吃早餐，吃一顿有营养的早餐，对减肥也是有帮助。男女40岁以后，每天踢腿2次，每次49下，肝脾肾经都疏通。
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动作。首先将一把带靠背的椅子放在身边，一只手扶着椅背，让身体保持平衡，然后将左腿向后踢，腿要保持伸直，膝盖不要弯曲，踢到自己的最大极限，再缓慢的落下，反复49下。再换另一条腿，也是做相同的动作，49下。做完向后踢腿，再向前踢腿。方法和向后踢腿一样，也是每条腿49下，可以每天踢腿2次，早晚各1次。因为我们的腿部分布着肝经、脾经还有肾经，这样踢腿可以帮助打通淤堵的经络，让双腿更灵活。那到中年以后的朋友，不妨试着做一做，帮你强身健体哦。人到中年，想要身体健康，生活中各个方面都不能少。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对健康才有帮助哦。好了，本期的人通常会有3个表现，占1个也要恭喜你。表现1：排便规律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每周的排便次数应该不少于3到5次。如果小于3次，那么就可能存在便秘的情况。长时间便秘会导致肠道内堆积毒素垃圾，对健康不利。但是肠道干净的人，排便也会很有规律，对长寿也有帮助。表现2：肠道蠕动能力强。如果肠道干净健康，那么蠕动能力也会非常强，不容易出现便秘的情况。但如果肠道蠕动缓慢，就可能会使身体堆积毒素，影响肠道菌群失衡，从而引起肠胃疾病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所以肠道蠕动能力强，说明肠道还很干净。表现3：气色好。如果肠道干净，那么人的气色看起来也会非常的好。若是气色不好，出现长痘、头发油腻、食欲不振的情况，那么就要注意调理了。俗话说，肠道常清，人则长寿，所以保护肠道健康非常重要。但是保养肠胃也不是1天2天的事儿，希望大家。很多人早上起床后，第一件事都是喝水或者是去厕所。其实比较科学的做法应该是下面的这4个小步骤，我们下面一起来看一下。第一，应该在床上静坐5分钟。大家早上起来后不要着急的起床，最好在床上静坐5分钟，因为这时我们的大脑还没有缓过来，如果起床过猛，很容易引起血压升高，对健康不利。第二，伸一伸懒腰。因为我们经过1晚上的睡眠，早上起来身体处于僵硬状态，如果这时能够伸一伸懒腰，可以帮助舒展身体，让身体恢复活力。第3，下床穿衣服。做完上面的2个步骤，然后就可以下床穿衣服了。如果是中老年人，感觉头脑还没有清醒的话，最好坐在床上穿衣服。第4，打开窗户通通风。做完上面这3个步骤之后，可以将窗户打开通通风，这样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，让大脑更加清醒。上面的这4个步骤，不知道你做对了吗？所以大家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，不要喝水，也不要上厕所，要在床上静坐5分钟，然后再起床，这样对身体健康才有帮助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